Hello，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家餐厅呢，是北京今年刚开的一个新派法餐。在开始用餐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餐厅的环境和小细节。首先就是他们家这个位置呀，是在新源里的一处老小区里。进入小区呢，就能看见一个黑色小建筑。不过小区内停车位特别紧张，如果来的话，建议还是别开车来。预订方式的话呢，是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预订，每位定金是500，营业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的晚餐。进屋后呢，店内主打的是全黑色系的用餐环境，并且在灯光的设计上啊下了特别大的功夫，给人一种剧院式的这种仪式感。整体的用餐空间并不大，总共呢就只有2个大厅的桌子，还有吧台的5个位子，也就是说一晚上最多就接待3桌客人。在这个吧台前用餐呢，更是可以近距离的欣赏这个主厨的烹饪和摆盘过程，感觉就跟观众席欣赏舞台上的表演一样，非常的有感觉。接下来呢就是收费，统一的菜单1380块钱一位，另外再收10%服务费，并且还有个彩蛋，就是每接待218桌客人呢，就会更换一次大菜单。我们这次来吃的体验呢，就是第2款菜单。值得一提的是呢，他家还提供一套配餐酒的套餐，还有6款不同的红白葡萄酒，都是特别为当季的菜单定制搭配的，580块钱一位。首先就是开餐小吃，松露吉士果、鹅肝泡芙还有玉米塔。装这个3个小吃的呢，金属支架据说是主厨自己制作 DIY 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鹅肝泡芙，里边的鹅肝酱呢用花椒酒调过味儿，带有微微的甜度，以咸口为主，口感呢是介于奶油跟黄油之间的那种丝滑，特别的香。接下来呢就是开胃菜，分解版的马赛鱼汤。上菜后啊，倒入碗中的这个冷汤是由番茄和芹菜制成的，主要是用来提供这个蔬菜特有的天然咸味儿。据说鱼肉采用的是熟成3天左右的老虎斑，口感软弹的同时呢，味道还有一丝清甜。上面这绿色酱点啊是罗勒酱，白色酱点就是石螺酱。上面这几滴油啊是罗勒油和番茄油，主要是为了给这个整体提供一些油脂感以及番茄的酸甜味儿，非常漂亮精致的一道菜，口感非常的丰富，好吃。第2道菜呢是帝王蟹配开心果棕黄油明和。冒烟的部分呢是用仔浆做成的泡沫，经过液氮的激动啊，在摆盘时营造出一种雪山的造型。蟹肉没有做过多的处理，保持着蟹肉原本甘甜的味道。里面绿色的酱点呢是开心果酱，上面的脆片呢是用黑麦面包烤制而成的，下面这个玫红色的部分是腌制过的明和。这道菜搭配的思路我觉得特别有创意，海鲜配坚果，蟹肉的鲜甜搭配这个开心果的坚果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过上面这个黑莓面包脆片不知道是不是主厨没弄好，非常的硬，也不酥脆，10分的体验一下干到了5分。不过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脆片如果口感做好了，特别的酥脆，那这道菜就完美了。接下来呢是鲍鱼配清鸡汤紫苏干葱。据介绍，这个鲍鱼是用了蔬菜汤和鸡汤进行了6小时的慢炖。下边像这个果冻的部分就是用清鸡汤做成的啫喱，旁边白色的呢是棕黄油粉末，给整体带来奶香。绿色的酱点以及鲍鱼下面的绿油使用的是紫苏元素，用来提供香草的味道。最后鲍鱼上面撒的呢是切碎的干葱、洋葱以及紫苏苗。这道菜说实话给我的感觉一般，本来就用鸡汤炖的鲍鱼，再加上鸡汤做的啫喱，它们2个吃不出来层次感，味道太接近了，而且过于清淡，给我一种有劲儿使不出的感觉，所以对于个人而言啊，我感觉很一般。接下来是烟熏三文鱼，三文鱼选用的是挪威的帝王龟。据介绍呢，是将鱼肉用红菜头、洋甘菊还有香橙进行了48小时的腌制，会让鱼肉有一种漂亮的玫红渐变色，同时带来一种土地芳香的味道。下面这个像蜜饯的部分呀，是烤熟再烘干的迷你有机红菜头，吃起来甚至有一点玉米的味道。上面白色的酱点呢是洋甘菊酱及香橙的切块，最上面搭配了一些红菜头切片，红菜头苗和玉米苗增加了一点清爽感和甜度。这道菜搭配的也是非常的好看，并且鱼肉配合这个蜜饯口感的红菜头，口感软嫩有嚼劲的同时呢，还有一丝淡淡的烟熏香。吃到后面再搭配几口旁边的香橙，非常的解腻，整体感觉特别好吃。接下来呢是用鹅肝做成的慕斯，中间的是他们自制的布里欧斯面包，4面都给煎成了这种外焦里嫩的口感。此外还用了3种水果来搭配，最上面的脆片呢是用新疆吊干馅制成的，很神奇啊，口感酥脆，味道香甜，
下面切块的是美国黑布朗，能提供一种坚果类的香气。半透明的酱点呢是用酸梅做成的酱汁，它这个鹅肝在面包旁边，这个鹅肝慕斯口感非常的细腻，配上这个外酥里嫩的面包，最后再搭配刚才介绍的几款水果元素，也是特别完整的一道菜，像是在吃艺术品。接下来这道菜呢是为我们特别准备的舒芙蕾，这道菜其实不在这集菜单，而是在上集菜单，但是因为这家店是朋友推荐我来的嘛，然后他当时吃完就觉得这个舒芙蕾特别的好吃，所以不用我们多说，服务员听我们聊天的时候就直接准备了这道菜，非常的贴心。整道菜采用的呢是早餐3件套的印象去设计的。舒芙蕾是用海虹和蛤蜊打底，用传统烤发的这个手法烤出来，外壳就像传统舒芙蕾一样的软弹，里边更加软烂。旁边搭配的是法式的海虹浓酱，里边加入了百里香有比较浓郁的这种香料香气。红色盘中呢是一个用柠檬、百香果和黑胡椒烤制而成，口感像桃酥一样的饼干，上面黄色的是柠檬酱。先吃这个盖，再把酱汁倒入这中间软烂的部分，搅和搅和，感觉有一种潮汕海鲜砂锅粥的感觉。这个确实是鲜到了极致，把这几样海鲜的鲜味真的是完全的激发出来了，确实特别好吃。接下来是蘑菇汤，他弄的这个跟卡布奇诺似的，说是模拟吃早午餐的感觉。它这个跟咖啡一样的液体呢，是用各种蘑菇的元素来呈现出来的。这玻璃杯里边是发酵的奶油和杏鲍菇做成的，模仿卡布奇诺上边奶泡的部分，提供了蘑菇的咸鲜味道以及奶香。将法压壶里边装着的浓缩蘑菇汤倒入玻璃杯中，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像卡布奇诺的这种造型。虽然很好看，不过服务员还是推荐把这个酱汁和蘑菇汤完全搅拌均匀后再使用。旁边的司康呢是用五蓉菇烤制成的，酥脆的口感带着这个咸鲜的蘑菇香气再搭配上这个玻璃罩里边用虫草花和松露做成的奶酱一起吃，非常有意思。面包篮里边这个长条的是法棍，切成4块的是土豆面包。面包篮底部呢垫了一些柑橘，让面包用余温将花香给烘上来，搭配法国这种手工无盐黄油，上面撒点黑胡椒，还有烟熏海盐和盐之花，吃起来也是非常的香。接下来是热菜的部分，帝王鲑。鲑鱼用的是鱼腩的部位，采用的是单面接出脆壳，那底下是脆壳的同时，上面还是这种鲑鱼富含油脂清甜的味道。整道菜用了3种不一样的豆子和这鱼肉搭配，又是这个主厨很喜欢的海鲜与坚果之搭配。右下角的这个豆泥是用的毛豆、薄荷以及柠檬制成的，带有清爽的豆香和微弱的酸度。上面呢快火炒制的蚕豆也提供了特别浓郁的豆子香气。中间黄色的部分是用温泉蛋手法煮制成的鹌鹑蛋的蛋黄，下面垫的呢是轻微腌制过的芥末籽儿。左下角是用甜豆熬成的豆汤，里边加入了薄荷油，带来清爽的感觉。这道菜真的我吃的觉得特别好吃，也从那一刻起我爱上了这个海鲜配坚果的这个搭配组合，感觉整体下来这道菜我可以给满分了，是我今年目前为止吃过最完美的一道菜。然后是第2道热菜鲟鱼，主厨是想用鱼类来呈现出一种烤鸡的感觉，里面加入了烤鸡常用的香料以及这个鸡汤鸡油等元素。鱼肉是用黄油浸熟的，带有这个丰满的油脂感，同时呢又保存了比较弹牙的口感。上面搭配了3种不同的十字花科类的植物，分别以不同的烹饪手法做成，其中有宝塔菜、菜花以及这个西兰花。上边呢是用这个菜花和蛤蜊做成的薄片，还有这个鸡皮炸制的脆片。这道菜也是特别有创新，而且看起来非常好吃，每一道菜的质感都特别立体，不论是分开吃还是和在一起吃，都是对味蕾的一种极致享受。第3道热菜呢是阿根廷的火枪鱿鱼，这个鱿鱼肉是用2种不一样的做法做成的。中间的鱿鱼卷是将这个鱿鱼脑袋开动，里边包裹住的是用2种不一样的节瓜做成的酱汁，低温慢炖后呢再煎制，口感特别独特，还带有一点节瓜的清甜的味道。盘子左边呢是用快火炒制的这个鱿鱼卷，口感上呢更弹牙。上面是用单面煎出香味的节瓜花，带有这个蔬菜香以及焦香，上面有2种不一样的酱汁。棕色的部分呢是用彩椒、节瓜、松仁用意大利索弗利托传统方式做成的浓酱，搭配鱿鱼吃起来感觉是有一种像油精罐头一样的芳香。红色的酱汁呢是用烤焦过的彩椒做成的，还往里边放入了虾汤以及虾油，为了提升整体的海鲜鲜度。上面3片呢是旱金莲叶以及旱金莲花。说了这么多
这个鱿鱼也是巨好吃无比，它这个火候和口感真的是做到极致了。因为鱿鱼这东西我以前弄过，稍微有一点不新鲜，它的这个味道都达不到这种感觉。可以说这道菜是把鱿鱼的口感真正的做到了极致，搭配上酱汁儿，非常好吃。第4道主菜呢是兔肉和虾。同样的呢，也是利用兔肉的不同部位，用3种烹饪方式来呈现的。首先就是兔肉卷的部分，据介绍呢，是先将这个兔腿油封，然后往里边包裹这个虾肉泥，再卷成肉卷，慢炖4个小时以后再去煎制。这么做确实是在保证了味道浓郁的同时呢，口感又特别的弹软。中间这个肋排部分是快速在火上煎到3至5分熟的熟度，用来体验比较纯粹干净的兔肉香气。据说他家用的兔呢，也是每天早上现处理的，特别的新鲜，所以尽管是只做了3至5成熟，也没有任何的异味，并且非常的鲜嫩。第3种就是上面这个兔肉丸，是用兔子的其他部分带骨慢炖48小时，将各种香料的味道进入到兔肉中，彻底脱骨后呢，做成这个肉丸。最后呢，外面包裹这个油酥粉末炸制而成。最下边这个铺垫呢，是用这个红扁豆模仿了一种意大利肉汁烩饭的口感，旁边搭配了用苹果醋轻微调味的苦菊心儿以及鼠尾草，为整道菜带来一丝蔬菜的这个芳香。这个整体的搭配也很好吃。兔肉的每一种做法呢都非常的棒，也可谓是一兔3吃了。吃完热菜呢，就是在甜品之前呀加的清口小菜，它这个是用荔枝做的雪趴，我感觉这个也就是属于甜品了。可能更讲究极致的话呢，它甜品跟热菜之前也是需要用这么一个玩意儿来过渡的。这个荔枝雪趴呢，同时使用了佛手柑和柠檬进行调味，口感特别的轻柔，还有一种类似玫瑰一样的香甜的香气，搭配了2种酱汁儿。下面这棕色的是法式焦糖酱，上面浅色一点的是酸豆与椰奶做成的泰式酸豆椰奶酱，我感觉什么都不蘸，直接吃就很好吃。当然蘸这2种酱也有别样的风味。然后就到了甜品环节，整道甜品呢，使用的是薰衣草、蜂蜜和柠檬这3种元素，采用多种不同方式来呈现的。所有紫色的部分呀，都是这个薰衣草慕斯，采用了2种不同的造型。蛋糕是用柠檬做成的，口感特别松软的蛋糕，上边脆片呢是柠檬脆片饼干，中间的冰淇淋是蜂蜜薰衣草口味的，旁边还搭配了柠檬蜂蜜酱，下边垫的是焦糖饼干碎，上面点缀的这个花叫埃及众星花。这道甜品呢也是惊艳到我了。看了这么多家店，感觉大部分店哪怕是那种特别高端的店，它到最后的甜品呢也是草草了事儿，糊弄就完了。但他家可以明显感觉出来了用心，薰衣草、蜂蜜和柠檬这3种元素，每一个元素呢都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实我本人是对甜品不怎么感冒的，但是他家这个确实给我吃的是又惊喜又意外。第2道甜品呢，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道甜品，叫这个石板街，又名岩石路，是美国一种冰淇淋口味，使用的是巧克力坚果和棉花糖元素去做成的。下面的浓酱是白巧克力和伯爵茶做成的酱汁儿，上面的薄荷呀是他们家自己种的糖果薄荷，会带有一点巧克力的香气。旁边的蛋糕是用核桃做成的，给人一种湿润的口感以及这个坚果的芳香，上面还搭配了榛子奶酱。旁边这个豆豆呢是经过液氮急冻的巧克力豆，这么做完口感真的是颗粒分明。为了搭配还特意准备了一杯伯爵茶来平衡甜度。这2道甜品个人而言还是更喜欢第1道，不过这一道整体吃下来也不错。最后就是餐后小茶点，使用的呢是刚开餐一样的餐具，菜品也特意做成了与开餐3小口相同的形状和模式，给我一种回到原点的错觉，但全部都替换成了甜的元素来呈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这家餐厅给人一种看话剧的感觉，它是有剧情的。开餐前的3小口呢，我只介绍了鹅肝泡芙，因为其他呢我吃起来就那么回事儿。而这个餐后3小口呢，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柠檬塔，上层非常的厚重，主要以酸甜为主，下层的这个饼干碎呢，比开餐前的这个盐度更低，用来作为一餐的清爽结尾，非常的完美。临走前呢，服务员还给了我们伴手礼，是这个当餐的菜单，上面用手写的感谢语，并且标注了我们是第2季菜单的第65桌。等接到218桌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吃的这个第2季菜单也全换了，非常的有创意。然后菜单打孔旁边还绑了一个店家自制的薄荷味香挂，以及一个卷起来的小碱水面包，可以当做第2天的早餐。最后就是打分环节，环境的话呢，我感觉特别有创意，黑色极简风，灯光设计的也很用心，整体4星半。服务的话呢，因为整个餐厅就5个人，
一个洗碗大叔，2个做饭的厨子，还有2个服务人员，所以服务起来默契的配合度极高，对客人也是特别的用心。因为我今天点了配餐酒，它还会根据你喝酒的速度来调试下一杯的倒酒酒量，还有如果你喝完了会及时给你续杯，给我整体感觉非常舒服。但给5星怕他骄傲，所以还是4星半。食材的部分整体质量很高，很新鲜，但是没有特别难得的食材，4星。出品的话，如果不是一开始的面包片特别硬，还有那个鸡汤鲍鱼给我一种很一般的感觉的话，能打5星。但因为我刚才提到的2道菜对我来说有瑕疵，最多4星半。性价比的话，对我个人而言啊，4星半甚至5星都不过分了。因为1380块钱的这个价位，今天的这一餐体验给我感觉还是非常完整和开心的。等它更换第3季菜单的时候，我肯定必来。最后做总结的话，就是这家餐厅是夫妻俩一起开的，丈夫当厨子，妻子呢是服务领班，负责接受预定以及为客人介绍菜品。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喜欢餐饮，喜欢美食，并且对每道菜都用心了。我很少能对一家餐厅评价这么高，确实不是任何的恰饭啊，单纯的是觉得喜欢，希望他们家未来能越做越好。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